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事实证明，33岁的国民闺女谭松韵早已退圈成功。你认为谭松韵在圈内属于什么地位？按照她的年龄算是90花，可她的星光却远远不及热巴和杨紫两位小花。但从实际出发，她也是强有力的竞争者。或许谭松韵真的被低估了。她从2005年就开始接触表演，有19年的戏龄，还手握多部爆剧。那谭松韵为何不能成为流量和实力并存的女演员呢？或许看了她的经历就能略知一二。01就在本月22日，芒果台又拿出了他的养老保险，紧依之下有着很强的长尾效应。这已经是该剧第 N 次上新了，可收视率依旧非常能打。剧中他饰演聪明伶俐的金夏，松弛感和层次感或许更能形容他的演技。前期的他只是一个一身正气的捕快，有点像傻白甜，但他的表演不仅不惹人厌，还相当有灵气，那双大眼睛仿佛会说话。有了陆大人后，他的脸上又多了一分娇羞。两人甜蜜互动的时候，简直配一脸。没有很多吻戏就能如此，足见两位的演技。另外，谭松韵的哭戏也广受好评，尤其是抢亲的那场戏，金夏没有歇斯底里，脸上满是隐忍。看到心爱之人来救自己之后，他的眼泪开始一滴一滴往外流。这部剧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当然，除了芒果台，央视也非常喜欢谭松韵。本月将会有3部剧连播。不得不说，央妈真的很宠了。2023年对谭松韵来说绝对是突破的一年，像《风儿行一剧的热度高居不下，还获得了央8的年度收视亚军。剧中他首次挑战机长这一角色，先看这张脸，状态是一等一地好。和王凯也是配一脸，程潇满脸写着自信。面对顾南婷对女机长的歧视，他依旧不卑不亢，但他的武断却对成为一名真正的机长没有帮助。有一次，他和顾客起了争执，顾南婷为了保护他，就失去了副部长的职位。这就是职场，没那么简单。当然，谭松韵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，比如她因为过度训练晕倒了，醒来之后看到三明治，没来得及撕开包装就吃了，这相当真实。从这些小细节就能看出她用心了。还有一部剧是以家人之名，这次她要以30岁的年龄挑战高中生这一角色，就这装扮，谁都挑不出错。在2个实际年龄比她小的2位哥哥面前，她这个妹妹也很有说服力。不论是学生时期的戏份，还是上班后的表演，她都可以驾驭。李尖尖是家里的小太阳，她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温暖着家里的每一个人。当然，被家人宠爱的她也活成了每个女孩羡慕的模样。02但尖尖却是一个没有妈的孩子，是父亲将她拉扯大，很多妈粉都非常心疼她的懂事。剧中有一情节，是她望着天空思念早逝的妈妈，3个孩子双手合十许愿的模样，看哭了多少人。可谭松韵不是演戏，她是真情流露。2018年的最后一天，谭母聚会返回的路上，被一个男人撞了。那个司机不仅没有帮忙把伤者送往医院，还逃跑了。哪怕他后来自首了，但却没有一点愧疚之心。20天后，妈妈因伤势过重去世，谭松韵的天塌了。可她却顾不上自己伤心了，因为她要用法律严惩那位肇事者。这边的她还在为怎样让坏人付出代价和律师谈方案时，那边有心之人就恶意编造她的绯闻。对此，她没有多做解释，
一直都在为母亲的事情奔波。后来，暖心的何老师出手了，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才知道真相。法律不会放过每一个作恶的人。那名男子最终受到了惩罚。此时正值以家人之名播出，他的感触很深。该剧收官的时候，他还写了一篇小作文，里间间的幸福和乐观都在真实的影响和治愈着我。而他本人也是在爱的包围下长大的小孩。谭家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，但也要富养女儿。当然，这里不只指经济层面的，还有精神层面的。他的生日和6·1儿童节紧紧挨着，但父母还是会给他准备2份礼物，并且会为女儿大办。多年后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他还是那副骄傲的模样。谭松韵深受父亲的影响，他也爱上了跳舞。在他10几岁那年，父母狠心将他送到了外地的艺术学校，但他却没有什么怨言，因为父母只是在帮他实现梦想。可谭父谭母却认为两人疏于对女儿的关心。在不能见面的日子里，两人会给女儿写下道歉信。看到父母笔记的时候，谭松韵的心里很是熨烫。15岁就接触到表演的谭松韵无疑是幸福的。她的处女作是好好过日子。有一说一，不仔细看真的看不出她的哪里。这次的触电让她很是振奋。那天她回到家里和父母商量要转行当演员，一向宠女儿的两人也答应了。遗憾的是，一边拍戏一边备考的日子，她不堪重负，最后遗憾落榜了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家里的财政也出了问题。此时谭松韵动摇了，是父母的支持让她重拾信心。第2年，她一鼓作气考上了北电。大学期间就被郑晓龙选中，是一种什么体验？那时的谭松韵刚刚上大3，她也像很多新人一样在向各大剧组投简历。她的经纪人也很有眼光，直接将简历递到了《甄嬛传》剧组。单纯如她还不知道郑晓龙的名号，只因为喜欢古装就去了剧组面试。剧中的纯儿在众人中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。她一心只记得吃饭，而她面试时给导演的就是一场吃戏。因为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也没有想过争宠。本来她只是得罪了安陵容，还是那次纯儿无意说皇上说那件锦衣小家子气，有甄嬛在，安小鸟也不好发作。但没想到她玩风筝的时候不小心撞见了华妃，就这样她领盒饭了。虽然戏份不多，但很多人都记住了灵气十足的谭松韵。这部剧后，很多导演开始打破偏见，重用这个长着娃娃脸的小姑娘。观众在看到她时还是在旋风少女中。有一说一，出演这部剧的都火了。范晓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孩，本来喜欢若白，但对方只喜欢七百草，她也没就此恨上闺蜜。在一次次的比赛中爱上了胡一峰，谁当年还没有磕过他和吴磊的 CP 呢？04饰演学生简直就是他的统治区，耿耿一角是他演艺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和他搭档的正是少年感十足的刘昊然。因为原著的因素，这部剧算是未播先火，哪怕剧情有点魔改，也不影响该剧的口碑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部剧不是青春疼痛文学。军训、考试、复习、打球，内容很是平淡，但却是很多学生的真实写照。当然，该剧的感情线也很耐人寻味。你要是耿耿，是选择官配，还是选择求了56次婚的男二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这部剧后，圆脸的谭松韵终于被市场真正认可了，她也开始了自己的大女主之路。有人说她只会演学生，她就像都市剧进发，《狐狸的夏天》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。
原来谭松韵也可以演御姐啊！当然，她的古装剧质量也很高。《锦心似玉》中，她饰演一位庶女，一位嫡姐去世，承载着家族希望的她只能成为侯府的继夫人。这也是一部大女主的成长史。初入府的时候，11娘要面临挑刺的婆婆和众多侍妾，还有毫无感情的丈夫。她也清楚自己的身份注定不能低调，于是就用行动让众人信服。她的为人处事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。谭松韵的演技还是一如既往的稳，和一群实力派飙戏也不输。不过，真正让谭松韵起飞的还是3部现代剧。前面提到过的《以家人之名》让她提名白玉兰，这在众多90小花中是独一份。请叫我总监中，她挑战女强人。这次可以清晰地看到谭松韵的气场变了，她饰演的秘书有了更强的说服力。身穿职业套装的时候，终于不再是小孩穿大人衣服了。娃娃脸不能改变，但演技却可以渐渐提升。去年，她的电影《再见，李可乐》上映了，有一说一，2.14亿元的票房很一般，但在众多家庭电影中已经算成功了。另外，看过的都说好，很多观众都是哭着出电影院的。猫眼的评分也高达9.4，而谭松韵的演技再次引发热议，尤其是哭戏，真的让人感同身受。这次的小试牛刀很是成功，也希望这样的好演员能够出演电影。结语，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，他为什么没有成为流量？用数据说话就是，谭松韵有些剧的网播量不行，不过这也不算坏事，他用一部部电视剧奠定了在观众心中的地位。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，观众愿意为他打开电视，足见他的成功。当然，谭松韵本人或许也没打算走那条路，有时候不进某些圈子也挺好的，用作品说话才能走得长久。流量只是锦上添花，而且她有着一张非常能打的娃娃脸。试问，哪位33岁的女明星有这样的状态？她的花期一定很长。这个有实力、没绯闻的女孩，在未来的某天一定可以拿奖。